在我将妈妈接到家里养老的第10年，老家的房子刚好赶上了拆迁，800万拆迁款我就只分到一口锅，老房子终于拆了，但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我妈看了我一眼，没有丝毫愧疚。你是老大，照顾弟弟妹妹本来就是你的责任，你现在又是单身一个人，没必要跟他们争这些，快去做饭吧。大家做饿了，大家都各自忙碌没说话。我低头看着那把我用了25年的锅铲，木柄已经磨得发亮，边缘也有些变形，心口骤然像被冷冰冻住。我把围裙放在椅背上，给自己倒了杯水，喝完放下，往大门口走去。我妈声音有点急：不做饭要去哪儿？我喉咙依然发紧，出去透透气。刚走到门口，小弟抬头喊住我，我停住脚步回头，小弟眼睛亮晶晶的，里面满是兴奋。大姐，你还没签字，先把字儿签了吧。我比小弟大15岁，他是我一手带大的，那个时候真的很苦，可一看到他灿烂纯真的笑脸，苦和泪都淡了。可现在他的笑容再也暖不热心底的寒意。我没钱，不用签字，你们签了就行。小弟睁着天真的大眼睛，那怎么行？好歹也得写一行放弃拆迁款的保证。不愧是我家读书最多的孩子，想得比其他人周到。我写不写重要吗？二弟站起来，大姐，这都是妈的安排，你不会是生妈的气了吧？生气嘛，好像也没多气，只是心里堵得难受，脑子一阵阵发懵，犹豫了片刻才开口：没有。三妹转头看向我妈说：妈要不给大姐分点钱吧？二弟瞪她一眼：要分你自己分，好不容易有了钱，不用租房住，我还指着这钱买房子，供我儿子上学呢。小弟举起手：我不打算考公了，拿这笔钱做生意去。三妹嘴唇动了动，又垂下头。二弟看向我：大姐，我觉得黎明说的没错，你还是得写句话。写什么？当然是写你放弃拆迁款啊。我笑了一下，也不知道为什么笑，深吸一口气说：好，我写。我走到我妈旁边，蹲在她身边写了一行字：本人自愿放弃800万拆迁款，然后一笔一画签上我的名字林慧。丢下笔，我看向他们：我可以走了吗？我妈笑着点点头，语气自然的跟往常没两样。中午别忘了回来做饭，你二弟爱吃你做的红烧肉，小弟也念叨好几天了。我走在被卡车压得开裂变形的水泥路上，想起16岁那年爸爸意外去世，葬礼上我妈拉着我的手，哭得撕心裂肺。老大，以后你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了。妈身体不好，弟弟妹妹还小，你一定要帮妈撑起这个家。妈以后就靠你了啊！那天我穿着不合身的校服，站在爸爸的墓碑前，咬着牙点了点头。从那天起，我的青春，我的梦想，都要为这个家让步。我本来可以考上大学，我本来可以有自己的人生，有自己的未来，可我放弃了。葬礼结束，我一边抱着刚会走路的小弟，一边给大伯叔叔磕头，谢谢他们帮我操办爸爸的身后事。我妈生了4个孩子，大出血1次，身体亏损严重，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。辍学第1年，我在大伯家学下稻种，学培秧苗，学插秧。毒辣的太阳晒得皮肤脱皮，手上磨出厚厚的茧子，连握筷子都疼。农忙完就跟婶婶一起给果农摘果子，弯腰低头一整天，腰像断了一样，一天能挣50块。没果子摘的时候，就去山上挖草药，换些零钱补贴家用。秋收时，我四处求人帮我家收庄稼，学着大人的样子，笨拙地干着农活。辍学第2年，我把家里的田地都种上果树，树苗长大结果得3年。这3年里家里不能断了收入，我开始穿梭在镇上的各个小工厂打零工。3月开始做塑料筐，车间里温度很高，塑料融化的热气熏得人睁不开眼，手指被烫出血泡也不敢休息。5月6月给农户摘果子，7月以后在珍珠厂把玻璃磨成珠子，粉尘飘得满脸都是，呛得人咳嗽不止。到了冬天手冻得像馒头，晚上下班还得去养鸡场捡鸡蛋，直到深夜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。那些年我常常累得半夜偷偷哭，第2天依旧咬牙爬起来干活。1年到头身上穿的都是别人剩下的旧衣服，可弟弟妹妹需要钱，我从来不含糊。就这样我像个陀螺一样连轴转了1年又1年，终于2弟考上大学，顺利结婚，3妹也大学毕业，我的压力终于小了些。那年我已经30岁，没人给我介绍了相亲对象，是隔壁村的人很老实，我们简单结了婚。婚后我一半精力放在自己的小家，一半精力依旧放在娘家。本以为日子能慢慢好起来，可5年后我妈突然瘫了，吃喝拉撒都需要人照顾。2弟说工作忙，3妹也刚结婚，小弟说要专心学习，没人愿意接手，我不得不再次挑起娘家重担，整天围着我妈转，喂饭擦澡翻身端屎端尿，日复一日没有一天空闲。就这样坚持了2年，老公终于忍受不了，我提了离婚，让儿子跟了他。离婚那年小弟大学毕业，毕业后找不到心仪工作，坚持考公，一考就是3年，我无条件支持了3年，我把半辈子的青春和心血都倾注在了这个家。我以为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可我妈却说我对这个家没贡献，800万拆迁款没给我1分。一阵急促的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，是我妈。你在哪？我抬头看了看说在桃园。25年优胜劣汰，换了3茬桃苗，明年才能见收成。我妈不满道，怎么还不回家做饭？我说妈，有些事我需要捋捋。大家都还饿着肚子，天大的事也得先吃饭，赶紧回家。回家哪个家？马上要被拆的家。曾经我有个家，因为他们亲手被我抛下了，
我没有家了。我挂了电话，脚步却没停，浑浑噩噩走到隔壁村前夫家门口，房门关着，前夫在市里上班，把儿子接去上小学，在这里住了5年，是我难得的快乐时光。我站了一会儿准备离开，可我该到哪去？我没有家了。邻居李婶出门看到我，笑着说：“是林慧啊，听说你娘家拆迁赔了800万，运气真好啊！你为娘家操劳一辈子，你妈不得给大头补偿补偿你？”我笑了笑没说话。李婶过来拉着我的手，小声说：“陈阳一直没再婚，说放不下你，等拆迁款分了，给你妈请个护工，跟陈阳复婚吧。孩子不能没有妈啊！你为他们贡献了大半辈子，也该为自己活一活了。”我身子一震，愣在那里。这辈子我一直在为他们忙碌，为他们活，好像从来没让自己歇过一天。我想起自己这25年的付出，想起被我放弃的未来，想起离婚时儿子撕心裂肺的哭声，想起我妈那句“你对家里没贡献”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。如果我1分钱没分到，他还愿意跟我复婚吗？李婶睁大眼睛：“你说什么？”这时电话又响了，是小弟打来的。姐，你在哪？怎么还不回家？我告诉他一会就回。我抹掉眼泪跟李婶告别，回到家重新系上围裙，拿起那把锅铲，默默走进厨房做饭。我妈坐在堂屋满意的点头。我就说你们大姐是扛事儿的人，不会因为这点拆迁费闹脾气的。弟妹们站在一旁，暗暗松了口气。吃饭时，三妹端着碗给妈喂饭，我妈看着她，语气自然：“小小，拆迁款到账了，你拿20万给我在镇上买套房子，最好离医院近点，方便你大姐照顾我。”三妹愣了一下，看了看我，低头嗯了一声。我妈咽了口饭，又开口：“以后你每个月给我1万块钱，医生说坚持理疗，或许我还能重新站起来。”三妹皱起眉头，抬头看向对面狼吞虎咽的二弟和小弟，小声问：“理疗要做多久？”我都瘫6年了，短则6、7年，长则10来年才见效果吧。三妹猛地放下碗筷：“妈，拆迁款我不要了，你自己拿着吧。”我妈瞪着她：“你什么意思？嫌弃妈？麻烦？”三妹脸憋得通红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我没半点胃口，放下筷子，语气平静：“妈，拆迁款下来了，你让他们给你请个护工，我准备走了，不能再照顾你。”我妈愣住了：“你要走？走去哪儿？去市里找个活干。”好端端的，你发什么疯啊，林慧？我妈急了，声音拔高：“你走了，我怎么办？”我视线扫视一圈，他们拿了拆迁款，不会不管你的。闻言，二弟和小弟终于抬起头，一脸错愕地看着我。我妈眼眶红了，声音带着哭腔：“就为了那点拆迁款，你就闹脾气，不管你妈了。”我看着她：“妈，我管了你25年，管了这个家25年，我累了，管不动了。”不等我妈说话，我站起身走进卧室收拾行李。出门时，他们都站在门口，用看罪人的眼神盯着我。二弟快步上前，拉住我的行李箱：“大姐，你不能走。”我盯着他眼睛问他：“为什么我不能走？”他眼神闪躲，侧过脸：“你要照顾妈，她……”我打断他：“她是我一个人的妈妈，我照顾了妈25年，是不是该轮到你们照顾她了？”二弟眉头皱成一团：“我还有老婆孩子要养，怎么照顾妈？”那就把妈接过去，跟你老婆孩子一起养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妈连生活都不能自理，我接过去不是给家里添乱吗？我笑了：“妈瘫了6年，我伺候了6年，从爸去世，我照顾了妈25年。妈不是只有我一个孩子，她有4个孩子，不是吗？”可你是老大，照顾妈不是应该的吗？况且妈也习惯了你的照顾。心脏梗了一下，呼吸滞涩。林志强，我是老大，但我也只比你大1岁。天下没有什么事是我应该做的，我已经做得仁至义尽了。你就是在生气，妈没给你钱，所以故意挑事儿。钱是妈分的，你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就撂挑子不管。妈把气撒在我们头上。我转头看了我妈一眼，她脸色难看到极点。林志强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妈瘫痪时，你已经结婚7年了，这7年你给妈拿过钱吗？你照顾过妈一天吗？她不说话了。我说没有，你没拿过1分钱。自从妈瘫痪后，你老婆孩子更是来都没来过。这7年，你连看她的次数都屈指可数，每次来只拎一串香蕉。你现在分了400万，可以给妈请个更专业的护工，而不是理所当然的把她丢给我。二弟嘴唇动了动，没说出话。我妈捶着沙发扶手，声音哽咽：“让她走，让她走。我看她真能那么狠心，看着我这个老太婆死在屋里。”我包里有2个本子，我掏出其中一个递给二弟：“照顾妈的注意事项，我都记在本子上。”转头看着我妈：“妈，我不是不想管你，我只是累了，我也需要休息。”我拖着行李箱走了，在市里租了一个小单间，500块1个月。第3天，小弟打来电话，语气很冲：“林慧，妈都被你气进医院了，正在抢救，你还不快滚回来！”我心里一沉，急忙打车往回赶。刚走到走廊拐角，就看到二弟和小弟靠在走廊尽头的窗户边抽烟，三妹坐在旁边凳子上，头垂得低低的。小弟吸了一口烟，吐着烟圈抱怨：“大姐会不会回来呀？她知道我打电话骗她，会不会削我？”二弟烦躁地把烟头弹出窗外：“大姐最疼你，肯定不会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补充道：“再说了，妈还在病房里躺着，她就算再生气，也不可能不管妈。”三妹突然干呕2声，表情带着一丝虚弱和抗拒：“要不然还是给妈请个护工吧，我真干不了。”话音刚落，他又干呕起来：“护工那么贵，谁出钱？我这钱还要留着买房买车，娶媳妇做生意呢。要不过几天我们都走吧。
到时候就只能大姐去结账。三妹点点头，对，大姐最心软，肯定会承担的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我从拐角处走了出来，平静地看了他们一眼。三个人齐刷刷看了过来，脸上表情各异。我没有理会他们，径直朝病房走去。推开门，我妈脸色很不好，不是病的，是气的，气我一走了之不管她。我妈行动不便，大小便都需要人帮忙，他们嫌脏嫌麻烦，就让我妈硬憋着，憋了整整2天。我妈实在忍不住腹痛难忍，他们才把我妈送到医院灌肠。三妹在旁边帮忙，结果直接吐了。二弟和小弟也躲得远远的，没人愿意接手。他们实在没办法，才编造出我妈被我气病抢救的谎言，骗我回来替他们伺候我妈。我走到病床边，语气平静地说：“妈，既然没事，那我就走了。”听到我的话，我妈语气激动起来：“我把你养这么大，你就是这么对我，你还有没有点良心？”我妈哭着说：“你不准走，你走了我怎么办？”我指了指门口，语气平淡地说：“他们刚才商量好了，请个护工伺候你。你们分了800万拆迁款，总付得起护工工资吧？”三人脸色瞬间白了，我妈又激动起来：“你就是记恨我没给你分拆迁款，你二弟要养家糊口。没钱不行，你小弟还没结婚，以后买房彩礼花钱的地方多着，还有你三妹，她已经嫁人，手里没点钱傍身，婆家会看不起的。他们3个都实实在在给家里买了东西，分得多是应该的。”我看着他只觉得无比可笑。二弟买的空调是他自己嫌屋里太热，三妹买的洗衣机是他不愿意手洗衣服，小弟买的吹风筒是他自己吹造型用的。可这些在我妈眼里就成了对家里的贡献，就因为我是老大，所以他一句应该就否定了我25年如一日的付出。我懒得跟他争辩，转身不顾他的嘶吼，朝着病房外走去。刚走到电梯口，二弟猛地冲了上来，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：“大姐，你还不能走，妈住院花了5000块钱，这钱你得付。”我愣了一下，无奈笑了：“你分了妈的400万拆迁款，怎么好意思跟我要这5000块钱？”那不是还没拿到手。那你们3个人平摊吧，别忘了这些年妈的住院费、治疗费都是我出的。二弟脸色瞬间涨得通红，却不肯松开手。小弟追了过来：“大姐，你就别闹了，不就是5000块钱吗？赶紧给二哥吧。”看着他们冷漠的嘴脸，心里最后一丝微弱的期待也彻底破灭了。我猛地用力甩开二弟的手：“你们分了拆迁款，就该承担起照顾妈的责任。我告诉你们，别再想着找我兜底，别再想着压榨我。”二弟气得脸色铁青，指着我浑身发抖：“林慧，你太绝情了，你会遭报应的。”我笑了笑，眼里没有丝毫畏惧。报应？把你们养成这样狼心狗肺的东西，确实是我的报应。以前我替你们扛的太多了，以后该轮到你们自己扛了。说完，我不再看他们，转身离开。又过了3天，三妹给我打来电话：“大姐，大伯一家拿到拆迁款就要搬到外省定居，让大家明天约一起吃顿饭，以后可能……”我打断他：“我就不去了，大伯以前帮了我不少，我会亲自给他打电话道谢。”第2天中午，小弟又打来电话，我直接挂断。在第5个电话打过来时，我接了，对面传来小弟惊慌失措的声音：“大姐，你快回来啊！陈阳不知道发什么疯，跟二哥打起来了。”陈阳，我前夫。我说：“这样的把戏玩一次就够了，我不会再上当。”大姐，这次是真的，我没骗你，你再不回来就要出人命了。直到我听到陈阳的吼叫声，才不得不相信。你们一家都是扒在林慧身上的吸血鬼，吸血鬼！我火急火燎赶回老家，亲戚和邻居们都在，却不见陈阳人影。二弟头上见了血，小弟鼻青脸肿，我妈倒在头发凌乱的三妹怀里，不停抹眼泪。酒席被掀翻，菜汤泼得满地都是一片狼藉。大伯一家坐在一旁，脸色严肃，有人小声议论：“陈阳说，老林家1分钱没给林慧分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要是真的，那也太刻薄了，难怪人家前夫都看不下去，来闹一场。”是啊，林慧从小就担着这个家，吃了多少苦，他们不会看不见吧？我没在意议论声，轻轻走进去问：“这是怎么了？”二弟猛地站起来，怒气冲冲地冲我走来：“请你来，你摆架子闹脾气不来，为什么又唆使陈阳过来胡闹一场？”我下意识后退一步：“我不知道他会来，也没让他过来闹。”二弟根本不信，眼睛瞪得通红：“你口口声声说不要拆迁款，你们都离婚了，若不是你暗地里唆使他来分钱，他会再掺和我们家的事。”我看着他，心里一片冰凉。在你眼里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为了钱跟自己家人耍心眼的人。二弟被我问的语塞，咬着牙不说话。我又转头看向小弟：“你也觉得是我指使陈阳这么干的？”小弟梗着脖子：“就算你没教唆他这么干，也是你透露了消息给他。你接我们家的短。”我脑子空白一瞬，浑身发冷，麻木地看向我妈：“你们不给我分钱，难道这个事实我也不能说吗？我非要把这个哑巴亏咽下去，再跟你们眼家和万事兴，你们才满意吗？”我话刚说完，大伯突然站起来，目光凌厉地看向我妈：“弟妹，你们不是一口咬定是慧慧自愿放弃拆迁款的吗？”我妈浑身一僵，哽咽着说道：“就是她自愿放弃的，还签了保证书的，没想到她签完就跑了，连我这个亲妈都不管了。”小姑第一个站出来质问：“嫂子，你这话我可不敢信。慧慧什么性子，在座的没人不知道。我们可是看着慧慧怎么撑起这个家的。她要是想跑，16岁那年就跑了。”是啊，不会是你们真的1分钱没给孩子分，她心寒才离家出走的吧？大伯走到我身边，用力抓住我胳膊，说：“你妈到底怎么分的拆迁款？
大伯给你做主。我心里一暖，轻轻笑了笑。大伯，没事的，你别管了。大伯却急了。我不管谁管，你已经受了那么多苦，再受天大的委屈，我怕我死了都没法跟你爸交代。这句话像根针刺破了我所有的坚强，我眼圈一下就红了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大伯看着我，语气放缓了些。你妈给志强多少？我吸了吸鼻子，声音沙哑。400万。大伯皱紧眉头，又问：林明呢？300万。话音刚落，院子里响起一阵道抽泣声，亲戚们脸上满是震惊，有人忍不住小声议论：我的天，这么多！2个人就分了700万。大伯的脸色越来越沉，又看向三妹。小小呢？100万。大伯忍着怒气继续问：他这么分的依据是什么？贡献值，2弟给家里买了一台空调，三妹买的洗衣机。我妈突然崩溃，大喊一声：林慧，不要再说了。我顿了顿，还是说出了最后一句话：小弟买了个吹风筒。大伯猛地一拍大腿，盯着我妈的眼神满是失望。荒唐！所以真的1分钱没给你，那他给你了什么？我忽然笑了。一把锅铲。我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院子，瞬间院子里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没人说话，只有我妈压抑的哭声。你是老大，照顾家里，照顾弟弟妹妹，本来就是你的责任，你非要说出来吗？你让你弟弟妹妹以后还怎么做人？你怎么能这么自私？自私？我反问他：妈，我自私吗？我16岁辍学，撑起这个家25年，我供弟弟妹妹读书成家，我自己没吃没穿，没享过一天福，我这叫自私？那他们呢？他们拿着我付出换来的一切，心安理得分着拆迁款，连一句感谢都没有，这叫什么？我妈沉默了。妈，我的声音有些发颤。这25年，我每天起早贪黑，做饭、洗衣、种地、打工，供他们读书、结婚。我没吃过一顿好的，没穿过一件新衣服，甚至没敢好好休息一天。你说按贡献值分拆迁款，我这25年的付出就值一把锅铲。二弟皱了皱眉，语气有些不耐烦。大姐，话不能这么说，那些都是你应该做的，谁让你是老大？三妹也开口了，支支吾吾。大姐，妈给你一把锅铲的意思是会跟你一直生活在一起，能一直陪在妈妈身边，不比什么都强啊。小弟更是一脸无所谓。大姐，你都这么大年纪了，也不用什么钱了，那笔钱给我们，让我们把日子过好，不更有意义吗？再说了，你是老大，让着我们点怎么了？我看着他们3个，看着我妈冷漠的脸，忽然觉得无比可笑。25年，我像一头老黄牛，把自己的青春、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这个家。我以为我的付出，他们总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可到头来，我得到的却是一把锅铲，一句这是你应该做的。我这辈子最可笑的事，就是把别人的岁月静好当成了自己的责任，把自己的青春都耗在了一个从不珍惜我的家里。我从包里掏出那个泛黄陈旧的本子，走到二弟面前，我问志强，妈说我对这个家没贡献，你也认同吗？他犹犹豫豫开口，你是大姐，你应该……你知道我这个比你大1岁的大姐，这25年一共给你花了多少钱吗？二弟瞪大眼睛，从初3开始到2个月前替你还的2000车贷，一共32.6万。32.6万？对，32.6万。你知道32.6万对一个高中都没毕业的人来说有多难挣吗？二弟咽了口唾沫。你看我今年41岁，可我头发已经白一半了，这就是当大姐的代价。我之所以拿本子记着，不是想日后跟你们算账，而是我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，我怕太忙太累，忘了给你们打生活费，怕我稍微懈怠就挣不够你们的学费。二弟一屁股跌坐在凳子上，双目无神。我转身走到三妹面前问：三妹，你也觉得我对这个家毫无贡献吗？大姐，我没有这么想过。我点点头。可你也认为我是大姐，就应该事事给你们兜底，对不对？三妹垂下头，脸涨得通红。爸去世那年，你刚上初中，你成绩好，被重点初中和高中录取，学费全免，大学有奖学金，还会做兼职，给大姐省了不少心。你从小就挑嘴，嫌学校食堂不好吃，我每个月多给你200，改善伙食。出嫁时，你说想要像样的嫁妆，我卖了陈阳给的3金，掏空积蓄给你凑了8万当嫁妆。这25年，我给你花了21.4万。我又看向小弟，摸了摸他的头。爸走的时候你才1岁，你是跟着我屁股后面长大的。你从小就调皮，我没少给你收拾烂摊子，没少挨老师和家长骂，因为你从小就没有爸爸，总被人欺负。即使闯祸了，我也舍不得打你骂你。你的账单比你2哥3姐加起来都厚，不过也才28.8万。小弟鼻尖通红，眼泪大颗大颗流下来。大姐，最后我看向我妈，妈，我深吸一口气，语气平静。你这25年的花销我就不跟你算了，你心里清楚，你瘫痪的6年，我是怎么照顾你的。我不是非要把这些事抖出来，我也不是非要拆迁款，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我对这个家有贡献，而且很大。我省吃俭用，供他们读书成家，我看着弟弟妹妹一个个长大，一个个成家立业，心里只有欣慰，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。我以为我做的这一切你们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可我错了。你们早已习惯我的付出，习惯我为你们兜底，习惯了把我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。在你们眼里，
我这个老大就应该牺牲自己，成全你们。我不是不孝顺你，只是我累了。我付出了25年，我真的累了。从今往后，我想为自己活一次。大伯叹了口气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语气沉重：傻孩子，你太苦了。小姑红了眼眶，走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。后来我妈还是会时不时给我打电话，哭着劝我回去。每次我都耐心的听着，却从来没有动摇过。我知道我不可能再回头。有一天我在超市上班，遇到了三妹，她穿着精致的连衣裙，背着名牌包包，身边跟着她的孩子，看起来过得十分惬意。她看到我愣了一下，语气带着一丝尴尬：大姐，你在这里上班啊？我点了点头，继续整理货架，没有多余表情。大姐，三妹犹豫了一下，说道：我知道之前拆迁款的事委屈你了，我跟二哥小弟商量过了，想给你补点钱，你看。我打断他：不用了，我不需要你们的钱，拆迁款是妈分的，我尊重她的想法。三妹吸了吸鼻子，哽咽道：大姐，对不起，你为我们牺牲了太多，我们全家都欠你的。不用对不起，我说我已经放下了，现在过得很开心。说完，我转身走向仓库，留下三妹一个人站在原地。又过了几个月，我听说二弟用拆迁款买了一套大别墅，还买了一辆车，日子过得风生水起。小弟用拆迁款开了一家游戏厅，做起了生意。而我妈被二弟接去了别墅里住，可没过多久就被二弟妹嫌弃，为此二弟媳没少争吵，夫妻渐渐离心。我妈被送到了小弟的游戏厅旁边的小房子里。小弟第一次做生意，忙得焦头烂额，也没心思照顾他。三妹偶尔去看看他，也只是走个过场。我妈给我打电话，哭着说她后悔了，后悔当初没有给我分拆迁款，后悔没把我的付出当回事。她说她想跟我一起住，想让我照顾她。我听着她的哭声，心里没有丝毫波澜。妈，我可以给你寄钱，可以给你打电话，可以偶尔去看看你，但我不能再照顾你了，我想为自己活一次。电话那头，我妈的哭声越来越大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挂了电话。25年的付出我已经仁至义尽，我没有欠他们的，欠我的他们也永远偿还不了。因为年轻时操劳过度，我的身体早就垮了，没过几年就不行了。临死前我十分懊悔，我的一生都被这所谓的家人榨干了心血，若有来世，我定要远离这个家，为自己而活。慧慧，你醒醒啊！你爸走了，你爸走了啊！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嚎，像一把钝刀，生生劈开了黑暗。我猛地睁开眼，入目的是灰黄的土墙、发黑的房梁和一盏昏暗的煤油灯。身下是个人的土炕，被子上有股潮湿的霉味。右边一个女人趴在炕沿上，嚎啕大哭。她头发蓬乱，面容憔悴，身上穿着白色的校服，是赵桂兰，我妈。她的脸比我记忆中年轻了太多。皱纹还没爬满眼角，头发还是黑的，可那哭声，那拍着大腿嚎啕的姿态，和25年后一模一样。我的目光越过他，落在堂屋正中央的黑白遗照上，那是我爸，年轻的刚过40岁的我爸。照片上的他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，表情严肃，眼神却温和。我爸去世第3天，这个日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，因为就是在这一天，我妈拉着我的手，哭着说出了那句改变我一生的话。我重生了，回到了18岁，回到了一切苦难开始的原点。这个认知像一道闪电劈进我的脑子，炸得我浑身发麻。我坐起来，双手在发抖，不是因为冷，是因为那些记忆，那些画面一帧一帧的闪过，像刀子一样刮着我的心脏，疼太疼了。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细嫩的没有茧子的18岁少女的手，眼泪砸在手背上，不是委屈的泪，是庆幸的泪。老天爷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，这一世我不会再咬着牙答应，不会再当那头拉磨到死的老黄牛，不会再把自己的一切拱手让给那些把我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的人。这一世我要为自己活。赵桂兰的哭声没有停，她的手伸过来，紧紧攥住我的手腕，指甲掐进肉里，生疼。慧慧，你听妈说。她的声音嘶哑，鼻涕眼泪呼了一脸，却依旧一字一句的精准的说出了那段我刻在骨头里的话。你爸走了，妈身子不好，干不了重活。志强下学期就上高中了，学费要交，不能断了。小小还在上初中，明儿才1岁多，连奶粉都快吃不起了。你是老大，是大姐，你必须辍学去打工，撑起这个家。一字不差，和前世一模一样，仿佛这段话他在心里排练了无数遍。我盯着他的脸，看到的不是一个悲痛欲绝的母亲，而是一个精于算计的女人。她的眼泪是真的，丧夫的痛苦也是真的，可他说这番话的目的同样是真的。他需要一个人来扛起这个家。二弟不行，因为是家里唯一的男孩，要读书，要出人头地。三妹不行，还小，小弟更不行，才1岁，那就只能是我，因为我是老大，因为我是女孩，因为在他眼里，女孩子读书没用，迟早要嫁人。门帘一掀，一个瘦高的少年走了进来，15岁的林志强。他穿着白色的校服，脸上还带着少年人的青涩，眼神却有一种超越年龄的精明。他走到赵桂兰身边，看了我一眼。姐，你成绩再好有什么用？女孩子家迟早要嫁人的，不如早点出去打工，供我读书，我以后出息了养你。这话前世他也说过，我当时信了他说的以后出息了养你。可后来呢？他大学毕业结婚生子，我供他读书花了32.6万，他连1万都没还过。妈瘫痪后，他以工作忙为由，连看都懒得来看一眼。每次来只拎一串香蕉，800万拆迁款他分了400万，
用一台他自己吹着的空调换走了400万。门口12岁的林晓怯生生地探进半个脑袋，他不敢看我，眼神闪烁，嘴唇微微发抖。前世的他是4个孩子里最会看眼色的，他不会像二弟那样直接开口要钱，也不会像小弟那样耍赖撒娇，他只会用沉默来表达立场，而他的沉默永远站在赵桂兰那一边。出嫁时我卖了陈阳给的3金，掏空积蓄给他凑了8万嫁妆，他收下时眼圈红了一下，说了句谢谢大姐。但在拆迁款分配那天，他坐在赵桂兰右边，给他捏脚捶腿，一句公道话都没说过。100万拆迁款到手，他说：“大姐，妈给你锅铲的意思是会跟你一直生活在一起，能陪在妈身边，不比什么都强啊！”多么冠冕堂皇，多么恶心！赵桂兰还在哭，手上的力气越来越大，指甲几乎要嵌进我的皮肤里。慧慧，你听到妈说的话没有？你点个头啊！前世的我在这个时刻咬着牙红着眼点了头，那个点头的动作葬送了我整整25年的人生，我不会再点了。我猛地甩开赵桂兰的手，她没料到我会有这个动作，身体往后一仰，差点从炕沿上跌下去。林志强眼睛一瞪，下意识伸手扶住了赵桂兰，整个屋子安静了一瞬，连林晓都从门口探出了整个身子，眼睛瞪得圆圆的。我看着赵桂兰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我不辍学，我要考大学。”赵桂兰的哭声戛然而止，她的嘴张开又合上，张开又合上，像一条被拎出水面的鱼。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个从小到大最听话、最懂事、最能扛事的大女儿，居然说了不。林志强的脸色也变了，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，嘴角往下撇，露出一丝明显的不悦。屋子里的空气像是凝固了。赵桂兰愣了足足3秒，然后她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了。你说什么？她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尖锐的像划过玻璃的指甲。你再给我说一遍。我直视着她的眼睛，没有退让。我不辍学，我要考大学。赵桂兰的眼睛瞬间充血，青筋从脖子上爆起来，她猛地从炕上站起来，伸手指着我的鼻子，手指几乎要戳到我脸上。你个没良心的白眼狼，你爸白养你了，你爸尸骨未寒，你就不管这个家了？你弟弟你妹妹还小，你不养谁养？你的良心被狗吃了。唾沫星子喷在我脸上，我没动。前世这些话能让我哭，能让我愧疚，能让我低下头说好我去打工，可现在这些话只让我觉得荒谬。凭什么我爸白养我了？我也是他的孩子，他养我是他做父亲的责任，凭什么弟弟妹妹就该我养？他们是我生的吗？林志强冲上来，一把推了我的肩膀，力气不小，我踉跄了一步，后背撞上了门框。你是不是疯了？家里都这样了，你还想着自己的前途？你怎么这么自私？自私又是这个词，前世我为这个词背了25年的枷锁，从16岁到41岁，每一次我想为自己做点什么，这个词就会从家人嘴里蹦出来，像一把刀，精准地插在我最软的地方。可这一次我不会再接受，我稳住身体，冷冷地看着林志强，他的拳头还攥着，眼神里既有愤怒也有恐惧，他害怕失去我这个提款机。赵桂兰见我依旧不吭声，使出了她的杀手锏，她一屁股坐在堂屋的地上，双腿一劈，开始拍着大腿嚎啕大哭，那哭声尖锐刺耳，震得我耳膜生疼。天啊，我怎么养了这么个白眼狼啊？老林啊，你看看你生的好女儿啊！你爸死了，他不管家，他要上大学，他不管弟弟妹妹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不如死了算了。他一边哭一边用头撞地面，砰砰砰的声响在安静的夜晚传出老远。这一套前世他用过无数次，每次我想为自己争取一点什么，他就会用这招来逼我就范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屡试不爽。邻居们闻声赶来了，东家的王婶、西家的刘大娘，还有隔壁的赵大叔，他们挤在门口，探头探脑的往里看。赵桂兰见来了观众，哭得更卖力了，她抹着眼泪，抓着王婶的手，声泪俱下的控诉：王嫂子，你给评评理，我老头子刚走，我这大女儿就不管家了，她要上什么大学？她不管弟弟妹妹，他要把我们娘几个饿死啊！王婶看了我一眼，欲言又止。刘大娘叹了口气，摇摇头：灰丫头，你妈说的也不是没道理。家里现在这个情况，你是老大，总得……赵大叔也附和：是啊，你爸刚走，你这个时候提这个不合适。不合适，对，永远都是我不合适。我想读书不合适，我想为自己活不合适，我想不当免费劳动力不合适。我没有开口辩解，我知道在这个时代，在这个村子，在这些人根深蒂固的观念里，大女儿辍学供弟妹读书，天经地义。我说什么都没用。赵桂兰见邻居们都向着她，气焰更盛了，她从地上爬起来，冲进里屋，把我的书包和课本一股脑地抱出来，哗啦一声扔到了院子里，然后又进去，把我仅有的几件换洗衣服也扔了出来。一件打了补丁的棉袄落在泥地上，被脏水浸湿，那是我爸生前给我买的最后一件衣服。赵桂兰站在门口，手叉着腰，眼睛血红地瞪着我：你不辍学就滚出这个家，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。她的声音在夜色中回荡，惊飞了屋檐上的几只麻雀。她以为这句话能逼我妥协，前世这句话确实逼我妥协了。我当时跪在她面前，哭着说：妈，我错了，我去打工。可这时我弯腰一件一件的捡起被扔在地上的衣服和课本，动作很慢很仔细。棉袄上的泥我用手掌一点一点的拂去，课本被踩了一个脚印，我用袖子擦干净，然后我把所有东西塞进书包，背在肩上，站直身体看向赵桂兰。她的嘴角挂着势在必得的冷笑，她在等我低头，等我哭，等我跪下来求她。可我只是看着她，看着那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，心里没有丝毫留恋。这不是家，这是牢笼。我转身走出了院门，身后赵桂兰的声音追了上来：你走了就永远别回来，我没有你这个女儿。我没有回头，夜风刮过脸颊，
10月的风已经带着凉意，头顶的月亮又大又圆，冷冰冰的挂在天上。我攥紧书包带子，脚步坚定地往前走。我知道我要去哪。前世我没有勇气走出那道门，这一世我不仅要走出去，还要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路。大伯林建国的家在村子东头，走过去要15分钟。我一路几乎是小跑着过去的，夜风把我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。大伯家的灯还亮着，我推开虚掩的院门，还没走到堂屋，大伯母就从厨房探出头来，看到是我，她愣了一下。慧慧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背着书包？我没有回答，她径直走进堂屋。大伯坐在桌子前面，手里夹着一根旱烟，面前放着一杯凉了的茶。他看到我的样子，眉头猛地皱了起来。怎么了？我把书包放在地上，然后扑通一声跪在了大伯面前。大伯吓了一跳，茶杯差点掉在地上。慧慧，你干什么？快起来！我没起来，我跪在冰冷的水泥地上，抬头看着大伯的脸，然后开口说话，声音很平静，可每一个字都带着前世25年的重量。大伯，我爸走了第3天，我妈就逼我辍学，让我出去打工，供2弟读书，养弟弟妹妹。我不同意，他就把我的衣服和课本扔出来，把我赶出了家门。大伯的烟杆停在半空中，脸色一寸一寸地沉下去。我继续说，大伯，我成绩全校第1，班主任说我只要好好读书，一定能考上重点大学。我不想辍学，我想读书，我想有自己的人生。可我妈不让，她说我是老大，说女孩子读书没用，说我应该辍学打工供弟弟读书。她说我不辍学就不是她的女儿。我的声音开始发抖，不是因为害怕，是因为这些话在前世憋了25年，从来没有机会说出口。大伯，我不想走我妈给我安排的路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她不是因为家里穷才逼我辍学，她是觉得我是女孩子，生来就该为弟弟妹妹牺牲。可我也是爸的女儿，我也有权利读书，有权利为自己活。大伯的脸已经气得铁青，他把烟杆猛地往桌上一拍，站起来。他赵桂兰疯了，建设才走了3天，他就这么对你？大伯母也从厨房走了出来，听到前因后果后红了眼眶。这个女人心怎么这么狠？大伯弯腰把我从地上拉起来，大手按在我的肩膀上。慧慧，你别怕，大伯给你做主，你的书一定要读，谁都别想拦你。我看着大伯的脸，想起前世他也说过类似的话，但那时候赵桂兰已经把一切搞定了，生米煮成熟饭，大伯再怎么骂也于事无补。这一次我不会再让赵桂兰得逞。我握住大伯的手。大伯，我想分家。大伯愣住了。分家？对，我要和赵桂兰分家，我要拿回我爸生前说好留给我的那份土地，从今以后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，我不再承担供养弟弟妹妹的责任。这个要求太大了，一个16岁的姑娘提出分家，在这个村子里前所未有。大伯的眉头紧锁，沉默了很久。大伯母看了看大伯，又看了看我，欲言又止。最终大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行，明天我陪你去找王书记。第2天一早，我跟着大伯来到了村书记王德发家。王书记正在院子里劈柴，看到大伯和我放下了斧头，擦着手把我们让进了屋。大伯也不客套，直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。王书记听完，眉头皱成了一个川字，他看着我满脸为难。慧丫头，一家人哪能说分家就分家？你妈也是一时气急，女人家刚死了丈夫，情绪上头，说些过激的话也正常。你回去认个错，好好说几句软话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我早就料到他会这么说。和稀泥是村干部最擅长的事，在他们眼里，家务事再大也是家务事，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忍一忍。可凭什么忍的人永远是我？我看着王书记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很清楚。王书记，我没错，没有什么需要认错的，我只是想读书，不想做家里的提款机。今天这家我分定了。王书记的茶杯端到嘴边，又放下了。他看了大伯一眼，大伯沉着脸点了点头。德发，你就帮着做个见证吧。建设走之前就说过要让慧慧好好读书的，他媳妇这么干，对不起建设。王书记叹了口气，正想说什么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哭嚎声，由远而近，震天动地。我的心一沉，来了！赵桂兰冲进了王书记家的院子，身后跟着林志强和林晓。林志强一脸愤愤不平，林晓低着头被赵桂兰拽着手腕，像个提线木偶。赵桂兰一进门就坐在了王书记家的堂屋地上，拍着大腿嚎啕大哭。王书记啊，你给我评评理呀！我老头子才走了3天，我这大女儿就要分家，她翅膀硬了，要飞了，她不要妈了，不要弟弟妹妹了，她就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啊！她的嗓门大得吓人，整个院子都是她的哭声。然后她转向大伯，眼神里带着怨毒。大哥，你是不是在背后撺掇他？你是不是看你兄弟死了，想来抢家产？大伯的脸色瞬间黑了。赵桂兰，你给我把话说清楚，什么叫我抢家产？慧慧是我侄女，我帮她说句公道话，有什么错？赵桂兰见大伯发了火，没敢再纠缠他，转而抱住了王书记的腿。王书记，你管管她啊，她是我女儿，她不能分家，你帮我劝劝她。王书记被他拉扯得狼狈不堪，一脸苦相。见哭闹不管用，赵桂兰突然站起来，猛地朝着旁边的土墙撞去。我不活了，你们都逼我，我不活了。大伯反应极快，一把拽住了他的胳膊。赵桂兰没撞上墙，力气一泄，
又瘫坐在地上，开始哭得更大声。这一幕把院子外面围观的邻居看得目瞪口呆。林志强站在赵桂兰身后，指着我骂骂咧咧，他甚至举起手想扇我一巴掌，被大伯一把推开。大伯身材魁梧，力气大，林志强一个趔趄差点摔倒，瞪着眼睛不敢再上前。邻居们议论纷纷，有人小声说：赵桂兰也太过分了吧，慧丫头成绩那么好，逼她辍学，不是毁人前途吗？也有人说：可家里确实困难，老大不扛，谁扛？更多的人只是看热闹，不发表意见。赵桂兰的耳朵尖，听到有人替我说话，哭得更凶了，把家里所有的不幸都推到我身上。他爸就是为了给他攒学费才去接的那个活儿，才出了事，他爸就是被他害死的。这句话像一把刀扎进了我的心，我浑身一震，指甲掐进了掌心。这是赵桂兰最毒的招，她知道我爸的死是我心里最大的痛，她就用这把刀来捅我。前世这句话让我崩溃大哭，让我跪在地上不停地道歉，让我觉得自己真的欠了这个家。可现在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喉咙里的酸涩。我爸出事是意外，不是我的错，我不会再为这件事背负任何愧疚。王书记被闹得头大如斗，最终还是选择了和稀泥。慧丫头，你妈养你一场不容易，就算她有错，你也该体谅她。分家的事以后再说，先回去，一家人好好过日子。甚至连大伯的堂弟都插嘴了：慧慧，你是大姐，让着点弟弟妹妹怎么了？别把事情做绝。我看着所有人的脸，看着撒泼打滚的赵桂兰，看着趾高气扬的林志强，看着低着头不敢看我的林晓，看着和稀泥的王书记，看着劝我让一让的亲戚，每一张脸都让我心寒。没有人真的在乎我想要什么，他们只想让事情尽快结束，让我做出牺牲，让一切恢复到他们习惯的样子。我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，靠讲道理赢不了这家人。在这个村子里，眼泪和拳头比道理管用，我需要更硬的靠山，而这个靠山就是我的学业。被赶出门后，我一直住在大伯家，大伯母给我收拾了一间小屋子，虽然简陋，但比赵桂兰家的冷眼和咒骂好上千倍。可我心里始终悬着一块石头。学校，我已经3天没去上学了。前世辍学后，我的班主任张老师曾经来家里找过一次我，但被赵桂兰挡在了门外。赵桂兰告诉张老师，我不想读书了，已经出去打工了。张老师信以为真，叹了几声气就走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和学校彻底断了联系。这个遗憾我记了一辈子。这一世，我不能让同样的事情再发生。可我还没来得及想办法联系张老师，事情就出现了转机。第4天傍晚，我正在大伯家帮忙剁猪草，院门外突然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：慧慧在这里吗？我手里的刀咣的一声掉在地上。张老师，是张老师的声音。我冲出厨房，看到张老师站在大伯家的院门口，手里提着一袋苹果和一包点心。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外套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脸上带着焦急和心疼。他看到我的瞬间眼眶就红了。慧慧，他快步走过来，抓住我的手上下打量我。你怎么瘦成这样？眼睛怎么肿成这样？我张了张嘴，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张老师把苹果和点心往大伯母手里一塞，拉着我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，急切地问：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连着3天没来上课，我去你家找你，你妈说你不想读书了，已经出去打工了。我不信，又问了几个邻居，才知道你被你妈赶出家门了。他停了一下，声音发颤。我又问了李婶，李婶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我。你妈逼你辍学，把你赶出门，你要分家。她在王书记家撒泼。张老师说到这里，声音提高了一个调：慧慧，你成绩这么好，全年级第1，全县模考排名前3，你是我教了10几年书遇到的最好的苗子，绝对不能辍学，老师一定帮你。大伯从屋里走出来，看到张老师，赶紧招呼他进屋坐。张老师摆摆手，直接站起来：林大哥，我今天来，一是看看慧慧的情况，二是要去找他妈谈谈，这孩子不能辍学，不管谁来阻拦都不行。大伯一拍大腿：张老师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，走，我陪你去。我看着张老师坚定的背影，鼻子一酸。前世张老师也想帮我，但赵桂兰用谎言打发了他。这一世，因为李婶说出了真相，张老师没有被蒙在鼓里。李婶前世劝我和陈阳复婚的邻居，没想到今生他成了第一个帮我的人。张老师带着我和大伯直接回了赵家。赵桂兰正坐在堂屋里嗑瓜子，看到我们3个人进门，脸色一变，她下意识想站起来，又坐了回去，摆出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。张老师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家的事不用你管。张老师没有寒暄，直接开口：林慧同学是年级第1，全县模考排名前3，只要好好读书，一定能考上重点大学，将来出息了，不仅能改变自己的命运，还能为你们村争光。你们逼她辍学，就是在毁她的一生。赵桂兰撇了撇嘴：她是我女儿，我想让她干嘛就干嘛，用不着你一个外人管。张老师的目光沉了下来，他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一本法律手册，翻到其中一页，念出声来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赵桂兰脸上。他合上手册，看着赵桂兰：林慧今年16岁，9年义务教育还没有结束，你逼她辍学是违反法律规定的。我现在就可以去镇上的教委反映这个情况，让他们来处理。赵桂兰的脸色白了一瞬，她虽然没什么文化，但官府2个字对她来说有着天然的威慑力。她张了张嘴想反驳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林志强站在旁边也被镇住了，嘴唇动了动，
一句话没敢说。张老师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。你说家里困难，没钱供他读书，那好，林慧的学费我帮他想办法。学校有助学金，有奖学金，还有减免政策，我来帮他申请，你们不用出1分钱。他停了一下，语气更加坚定。你们只要做到一件事，别再逼他辍学。赵桂兰的嘴角抽搐了几下，她的脸上写满了不甘心。可张老师搬出了教委和法律，又承诺帮忙解决学费，他找不到反驳的理由了，沉默了很久。他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：他要读书可以，但是家里没钱供他。志强小小也要读书，明儿还要喝奶。他想读书就得自己想办法，别想从家里拿1分钱。张老师当即点头：可以，学费的事我来想办法。赵桂兰瞪了我一眼，那眼神里满是怨毒。她不是心甘情愿的松口，只是被逼到了角落，不得不暂时退让。我知道她不会善罢甘休，但至少我读书的权利保住了。走出赵家大门的那一刻，我看着身旁的张老师眼眶滚烫。前世我孤军奋战一败涂地，这一世终于有人站在了我身边。张老师的到来暂时镇住了赵桂兰，可我心里清楚，这只是暂时的。赵桂兰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，她只是在等张老师走了，等风头过了，等他找到新的办法来对付我。我需要更多的筹码。第5天夜里，大伯家的院门被人砰砰砰的拍响了。大伯母去开门，我听到一个女人急切的声音：大嫂，慧慧在你家吗？慧慧呢？我心头一热，是小姑林秀莲，我爸的亲妹妹。她远嫁到了临县，日子过得不算好，丈夫是个老实人，挣的钱刚够糊口，但她心地善良，为人仗义，是我爸这边唯一真心疼我的长辈。前世小姑在我辍学后曾经给我寄过几次钱，可赵桂兰每次都提前劫走了，我甚至不知道小姑给我寄过钱这件事，直到多年后才无意中得知。小姑冲进大伯家的堂屋，看到我的瞬间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她一把把我搂在怀里，身体止不住的发抖。慧慧，我的慧慧，你受苦了。她的怀抱温暖而有力，带着洗衣粉的味道。我忍了好几天的眼泪，终于忍不住了。小姑松开我，仔细看了看我的脸，又看了看我消瘦的手腕，心疼的直掉眼泪。然后她转过头看向大伯：大哥，我是今天中午才知道这件事的，嫂子太过分了。慧慧成绩这么好，她怎么忍心逼孩子辍学，还把孩子赶出来？我哥要是在天有灵，不得气死。大伯叹了口气：我正在帮慧慧想办法，张老师也来过了，暂时压住了你嫂子。可你嫂子那个人你也知道，不是省油的灯。小姑一拍桌子：我去找她。她拉着我就往外走，大伯赶紧拦住她：秀莲，别冲动，你现在去找她，她又要撒泼闹事。小姑咬着牙，眼眶通红，最终她没有冲去赵家，而是蹲下来握住我的手：慧慧，别怕，小姑供你读书，学费生活费小姑来出，你只管好好读书，考个好大学，别管你妈和你弟弟妹妹的事。我看着小姑的脸，她比我妈小5岁，可脸上的皱纹比我妈还多，手上的皮肤粗糙干裂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泥。我知道她的日子有多紧巴，她丈夫在砖厂干活，1个月挣300-400块，她自己在家种菜养鸡，偶尔去镇上帮人做衣服，挣点零花钱，2口子的收入加起来养活自己一家都吃力，她还要供我读书。小姑，我不能让你出钱，你自己的日子也……小姑伸手捂住了我的嘴：别说了，你爸活着的时候最疼你，他要是知道你被你妈逼辍学，会死不瞑目的。我是你小姑，我不帮你，谁帮你？这句话让我的眼泪再次决堤。第2天，消息果然传到了赵桂兰耳朵里，她得知小姑要供我读书，立刻带着林志强和林晓杀到了大伯家。一进门，赵桂兰就开始了她的表演，先是哭自己命苦，哭丈夫走得早，哭几个孩子没人管，然后开始控诉小姑，说她多管闲事，跑来挑拨我们母女关系。小姑一点不惯着她：嫂子，你别倒打一耙，慧慧是你女儿，你逼她辍学，把她赶出门，这是当妈做的事吗？志强都15岁了，也能干点活补贴家用了，你别总把所有担子往慧慧身上推。赵桂兰被对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突然换了一副嘴脸，她不哭了，她笑了，那笑容里带着一丝精明的算计。秀莲，你要供慧慧读书，我不拦着，但是志强和小小的学费你也得一起出，还有明儿的奶粉钱，不然我就不让慧慧走。小姑的脸色变了，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又闭上了。赵桂兰看准了小姑心软，想趁机敲一笔，这就是赵桂兰，永远把别人的善意当成可以利用的工具。我站在旁边，看着赵桂兰那张精于算计的脸，心里冰冷一片。我知道，如果让小姑同时承担弟弟妹妹的学费，小姑的日子会彻底过不下去。我不能让小姑为我背负这么重的担子，也不能让赵桂兰的如意算盘得逞。我走上前一步，挡在小姑身前：我不用小姑出的学费，我自己的学费我自己想办法。赵桂兰挑了挑眉毛，我看着她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出了前世25年里从未说出口的话。但是从今往后，我和这个家一刀两断，我不再是林家的大女儿，也不会再管你们任何人的任何事，你们的死活跟我无关。整个屋子安静了，
小姑惊愕地看着我，大伯的烟杆停在嘴边。林志强瞪大了眼睛，赵桂兰的笑容僵在了脸上，安静了足足5秒。然后赵桂兰冷笑了一声，她的眼珠转了转，像一只精明的老鼠，在飞速地计算着什么。想断亲可以。她慢慢地说出这句话，每一个字都咬得很重。你得给家里写一张欠条，欠家里5000块抚养费，5年内还清。要是还不清，你就得听家里的安排，嫁人换彩礼，给志强娶媳妇。5000块，在这个年代，这是一个普通农村家庭2-3年的收入，对一个16岁的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姑娘来说，这是一个天文数字。赵桂兰以为这个条件能难住我，她以为我会退缩，会妥协，会乖乖回到她的掌控之下。可她不知道，我是一个活了2辈子的人，我知道未来的路怎么走，我知道怎么赚钱。5000块对16岁的林慧来说是天文数字，对重生的我来说不过是几个月的事。我没有犹豫。笔和纸呢？赵桂兰一愣，没想到我答应的这么干脆。大伯拦我，慧慧，你疯了？5000块你上哪儿去弄？小姑也急了，慧慧别签，这是你妈给你下的套。我回头看了他们一眼，轻轻摇了摇头。大伯，小姑，没事的，让我签。赵桂兰递过来一张皱巴巴的纸和一支圆珠笔，我蹲在地上写下了那行字：本人林慧因与家庭分家，自愿承担抚养费5000元整，5年内还清，还清之日起与林家再无关系。签名按手印，右手拇指沾着红色的印泥，重重地按在纸上。赵桂兰一把抢过欠条，生怕我反悔，她对着灯光看了又看，确认没问题后，小心翼翼地折好塞进口袋里，脸上的笑容像偷到了鸡的黄鼠狼。她以为自己稳操胜券，她以为这张欠条能让我一辈子受她控制。她不知道的是，这张欠条对我来说不是枷锁，是通行证，是让我彻底脱离这个吸血家庭的通行证。离开赵家后，小姑带着我去了她在镇上借住的一间小屋，屋子很小，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一把椅子，就把空间塞满了。小姑让我坐在床上，自己去外面打了一壶热水回来。她倒了一杯水递给我，然后坐在椅子上沉默了很久，最终她开口了，声音很轻，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沧桑。慧慧，小姑当年和你一样。我抬起头看她，你妈嫁进来之前，你奶奶也想让我辍学嫁人，那时候家里穷，你爸要读高中，家里只供得起一个。你奶奶说女孩子读书没用，不如早点嫁人换彩礼。她的声音有点发颤。我拼了命才逃出来，大半夜一个人翻山走了30里路，走到镇上找了一个裁缝铺给人家当学徒，后来才嫁到了临县，才有了现在的日子。她看着我，眼里泛着泪光。我不想你走我的老路，你比我强，你成绩好，你能考大学，你一定要读书，一定要走出去。她从贴身的口袋里摸出一个布包，打开，里面是一沓皱巴巴的钞票，大的10块，小的1块2块，加起来一共200块。这钱你拿着，先凑合过日子，好好读书，小姑永远站在你这边。200块对小姑来说，这可能是她攒了好几个月的钱。我接过钱，手在发抖。姑侄2个人坐在那间破旧的小屋里，哭成一团。窗外的月亮照进来，冷冰冰的，可我的心比前世任何一刻都要热。这一辈子，我不仅要为自己活，还要好好报答小姑和大伯的恩情。至于赵桂兰和林志强，等着吧，5000块的欠条我会还的，但还清的那一天，就是我和这个家彻底割裂的日子。张老师帮我在学校附近找了一间闲置的小土房，说是房子，不如说是一间废弃的柴房，墙壁上有裂缝，屋顶的瓦片缺了几块，下雨天会漏水，但每月只要5块钱房租。张老师还从自己家里带来了一床旧被子，一个搪瓷脸盆和一个煤油炉。慧慧，条件差了点儿，你先将就着。学校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，你的学费减免手续我再帮你办，下学期应该就能批下来。我没有推辞，有了安身之所，心里的石头落了一半，可剩下的一半是钱，200块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，要交房租，买生活必需品，还要留一部分当本钱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还背着5000块的欠条，5年内还清，不能只靠省吃俭用，必须赚钱。我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，盯着屋顶破了一个洞的瓦片，开始在脑子里翻找前世的记忆。前世辍学后，我最早赚钱的方式是收山货，那时候正好是秋天，山里的板栗、核桃、野菌、山楂都到了收获的季节。村里的老百姓不会做生意，山货大多自己吃，或者低价卖给上门的小贩子，而县城里的干货店收购价比小贩子给的高出好几倍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年的板栗，村里小贩子收价是3毛1斤，县城干货店收价是8毛1斤。核桃更夸张，村里收价5毛1斤，县城干货店收价是1块2，中间的差价就是利润。前世我靠这个门路赚了第一笔钱，可后来被村里人模仿截胡，生意很快做不下去了。但那是前世的事，这一世我有2个优势：第一，我知道县城里每家干货店的收购价和偏好；第二，我知道哪些村子的山货品质最好，哪些农户最好说话。这些都是前世用脚一步一步跑出来的经验。现在正好是10月中旬，板栗和核桃的收获旺季，我必须抓紧时间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拿着小姑给的200块钱出了门，没有去学校。张老师帮我请了1周的假，让我先把生活安顿好。我先去了镇上的集市，花15块钱买了一杆秤、2个蛇皮袋和一根扁担，然后直奔后山脚下的李家村。李家村背靠大青山，漫山遍野都是野生板栗树和核桃树。村里人年年收山货，却苦于没有销路，大部分都烂在了家里，或者被上门的小贩子以极低的价格收走。我挨家挨户地问：大娘，您家的板栗卖不卖？我出4毛1斤。4毛比小贩子高出1毛钱，对村里人来说，这1毛钱的差价就是实实在在的好处。
第一家大娘将信将疑地看了我几眼，看我年纪小又是个女孩子，有些犹豫。我没有多解释，从口袋里掏出现金拍在桌上。大娘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绝不赊账。看到钱的那一刻，大娘的态度立刻变了，她麻利地从里屋搬出3筐板栗，过秤算账，120斤48块钱。我数了钱递给她，她高兴得合不拢嘴，还主动帮我把板栗装进蛇皮袋里。小姑娘，你下次还来不来？我家还有核桃和山楂呢。来，一定来！消息在村子里传得很快，不到半天就有好几家农户主动找到我，问我还收不收山货。我来者不拒，只要品质好，没有虫蛀发霉的，一律按高于市场价收购。一天下来，我收了近400斤板栗和200斤核桃，200块钱花出去了180块，剩下的20块是我回县城的路费和吃饭钱。当天下午，我借了大伯家的板车，把山货拉到了镇上的客运站，坐上了去县城的班车。班车摇摇晃晃，在坑洼的土路上颠簸了将近2个小时。我到县城的时候已经是傍晚，扛着2个沉甸甸的蛇皮袋，我直奔东街的老陈干货店。这是前世我最熟悉的一家干货店，老板姓陈，50多岁，做了一辈子干货生意，为人精明但讲信用。我推开门，老陈正在柜台后面拨算盘，看到一个瘦小的姑娘扛着2大袋东西进来，他愣了一下。小姑娘，你这是？老板，收板栗和核桃吗？老陈放下算盘，走过来拉开蛇皮袋看了看，他抓了一把板栗捏了捏，又掰开一个核桃尝了尝，眼睛亮了一下。板栗不错，颗粒饱满，没有虫蛀，核桃也好，肉厚可饱。你从哪收的？大青山那边的李家村。老陈点了点头。板栗我按8毛收，核桃1块2，你要是长期供货，可以再加5分。和我预估的价格一样，过秤算账。老陈从抽屉里数出钱递给我，又补了一句：小姑娘，你要是能保证品质和数量，我这边长期要。我接过钱，手指微微发颤，553块6毛，减去成本和来回路费吃饭钱，净赚348块6毛。不到2天时间，赚了将近350块钱，这在当时相当于普通工人几个月的工资。我攥着那沓钱，走在县城的街上，第一次觉得这个世界对我露出了善意的面孔。接下来的1周，我重复着同样的流程，走村串户收山货，然后拉到县城卖给干货店。我不仅去李家村，还去了周边的王家庄、赵家坳、柳树沟。每到一个村子，我都用高于小贩子的价格收购，现金结算从不赊账。农户们很快记住了我这个收山货的小姑娘，主动把最好的货留给我。短短1周，我跑了6趟县城，赚了1100多块钱，加上之前的，手里已经有将近1500块了。张老师知道后，既心疼又欣慰。慧慧，你这孩子真是能干，不过别累坏了身体，学业才是最重要的。我点头答应，心里却在盘算着下一步计划。山货生意利润虽好，但有一个致命的问题，门槛太低。只要有人看到我赚了钱，立刻就能模仿。前世就是这样，果然变故来的比我预想的还要快。第2周，我照常去李家村收板栗，还没进村，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刘老三，村里出了名的2道贩子，平时在镇上倒腾点小买卖，为人精明嘴碎，最见不得别人赚钱。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，后座上绑着2个大蛇皮袋，正从李家村的方向出来。看到我，他停下车，咧嘴笑了。哟，慧丫头，你也来收货啊？晚了，我已经把李家村的板栗全包了。我心里咯噔一下。你出多少钱收的？5毛，比你高1毛，人家当然卖给我了。我没有和他争论。赶到王家庄，情况更糟，不仅刘老三来过，连镇上的张大嘴和赵四也开始收山货了。他们不仅抬高了收购价，还互相竞争，每斤只剩2毛的利润。可这还不是最致命的，最致命的是张大嘴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了我供货给老陈干货店的事，直接找到老陈，以低于我的价格供货。老陈是生意人，谁便宜要谁的货天经地义。1周之内，我收山货的渠道被截断了大半，供货渠道也被挤压到了极限，手里还有100多斤山楂没卖出去，价格被压到了每斤3毛，连本钱都赚不回来。那天晚上，我坐在小土房里，看着墙角堆着的那袋山楂，脑子里乱成一团。更让我咬牙的是，林志强居然也来插了一脚。他不知道从哪里听说我赚了钱，带着2个混混直接找到了我存放山货的地方，大伯家的杂物间。他进门二话不说就要搬东西。姐，反正你也卖不出去了，不如给我拿去喂猪也比烂在这里强。我堵在门口不让他搬，他伸手来推我，我一把抓住门框，死死不松手。林志强，你给我滚！这是我的东西，你没资格动。他的眼睛瞪得溜圆，满脸不可置信。他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强硬，前世的我面对他的蛮横，从来都是忍气吞声。可这一世不同了，他伸手又推了一把，我脚下一滑，差点摔倒，但我死死咬着牙没有松手。大伯闻声从屋里出来，看到林志强在动手，怒不可遏，操起门后的扁担就冲了过来。林志强，你给我滚！再敢动你姐1根手指头，我打断你的腿！林志强被大伯的气势吓住了，灰溜溜的跑了。走的时候还回头撂了一句狠话：等着吧，有你哭的时候。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坐在小土房里，对着那袋卖不出去的山楂，想了很久很久。山货生意做不下去了，这条路已经被堵死了，可我不能停下来。5000块的欠条在赵桂兰手里，学费要交，生活费要花，时间不等人，我必须另辟蹊径。前世的记忆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转，突然一个画面跳了出来：医院，镇上的医院。
前世我在20多岁的时候，曾经在镇医院附近摆过一段时间的早餐摊，那时候卖的是红糖馒头和小米粥，用料足，味道好又干净卫生，病人和家属特别爱吃。生意好的时候，一早上能卖40、50块钱。而现在1990年代中期，镇上的医院附近连一个像样的早餐摊都没有，住院的病人和陪护的家属要么自己带饭，要么走10几分钟到镇上的饭馆去吃，这是一个空白市场。而且早餐摊的投入不大，技术含量也不高，只要味道好、干净、卫生、价格实惠，不愁没生意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生意不像收山货，不是谁都能模仿的。做早餐靠的是手艺和勤快，我有前世几10年的厨艺积累，这是别人抢不走的优势。想通了这一点，我立刻行动起来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拿着手里仅剩的钱，去镇上的粮油店买了50斤面粉、10斤小米、5斤红糖和一些碱面酵母，又花了8块钱在废品站淘了一口2手大铁锅和一个蜂窝煤炉，全部家当加起来花了不到40块钱。当天下午，我就在小土房里开始试做揉面、发面、蒸馒头。前世几10年的手艺还在手上，面团在我的掌心里被揉得光滑细腻，发好的面又白又软，带着一股天然的麦香。放上红糖，上锅大火蒸15分钟，出锅的馒头又大又圆，颜色红润，掰开后丝丝缕缕，一股浓郁的红糖香味弥漫在整间屋子里。小米粥更简单。第3天凌晨4点，天还没亮，我挑着扁担，一头是装满红糖馒头的蒸笼，一头是一大桶小米粥和碗筷，走了20分钟的夜路，到了镇医院门口。医院大门旁边有一棵老槐树，树下有一片空地，正好摆摊。第一批客人来了，是2个陪护家属，眼窝深陷，一看就是熬了一夜的。他们看到冒着热气的红糖馒头和金黄的小米粥，眼睛一亮。馒头多少钱一个？2毛钱一个，粥5分钱一碗。2毛一个馒头，5分一碗粥，比镇上的饭馆便宜1大半，量还大。2个家属一人买了2个馒头1碗粥，蹲在路边就吃起来。吃了一口，其中一个人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满脸意外。小姑娘，你这馒头做的真好吃，又甜又软，比镇上卖的强多了。口碑就是这么传开的。第一天我卖了30个馒头，20碗粥，收入7块钱，扣掉成本大约2块钱，净赚5块，不多，但这只是第一天。第2天来买的人明显多了，有人是昨天吃过觉得好又来了，有人是听病友推荐来的。第3天、第4天人越来越多，到了第5天，我还没摆完摊，就有人排队等着了。我开始增加品种，白面馒头、咸菜包子、鸡蛋饼、小米粥之外，又加了红枣粥和玉米糊糊。品种多了，客人的选择也多了，回头客越来越多。到了第2周，我一个人已经忙不过来了，每天凌晨3点起床，和面、蒸馒头、熬粥，5点钟出摊卖到上午9点收摊，然后还要去采购原料、打扫卫生，准备第2天的食材。一天下来累得腰都直不起来，但账本上的数字越来越好看。1个月下来，我赚了800多块钱，800多块，这个数字让我激动的一晚上没睡着觉。加上之前收山货赚了1500块，我手里已经有2300多块了。5000块的欠条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天文数字，学费有了着落，生活费绰绰有余，我甚至可以开始存钱了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条路走通了，早餐摊的生意不像收上货，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模仿的。做早餐靠的是手艺和勤快，2样缺一不可。我的红糖馒头配方是前世琢磨了好几年才调出来的，面粉和红糖的比例、揉面的手法、发酵的时间，差一点都不行，别人就算想学也学不到精髓。这就是我的护城河。张老师知道我在做生意后，又欣慰又担忧。慧慧，你这孩子太能干了，可别把身体累垮了。下周就要开学了，学业不能落下。我点头答应，我知道学业才是我翻身的根本，做生意只是手段，考上大学才是目的。消息传得比风还快，林慧在镇医院门口卖早餐，1个月赚了800多块钱。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，几天之内就传遍了整个村子。有人羡慕，有人眼红，有人不信。可传得最快的那条路是通往赵桂兰耳朵里的。那天早上，我像往常一样出摊，天刚蒙蒙亮，医院门口已经有几个熟客在等着了。我笑着招呼他们，一边从蒸笼里夹馒头，一边舀粥。生意正忙的时候，一道刺耳的声音突然响起：“林慧！”我的手一僵，不用回头我也知道是谁。这个声音在前世的噩梦里出现过无数次。赵桂兰站在摊子前面，身后跟着林志强和林晓。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，头发乱糟糟的，眼神里却金光闪烁，像一只盯上了猎物的老鹰。林志强双手抱胸，一脸来者不善。林晓低着头站在最后面，像个影子。周围的客人感觉到了气氛不对，纷纷停下了筷子，好奇地看着这一幕。赵桂兰没有任何铺垫，开口就是一句：“钱呢？”我没说话，继续给客人舀粥，动作平稳，手没有抖。前世的我面对赵桂兰的时候，总是心虚害怕，想退缩。可这一世，我已经不是那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了。赵桂兰见我不理她，脸色一沉，提高了嗓门：“林慧，我问你话呢，你在外面赚了钱，1分都不往家里拿，是不是眼里没有你妈了？”有客人小声嘀咕：“这是他妈，怎么这么说话？听说他妈把他赶出家门了，还逼他辍学。”赵桂兰的耳朵尖听到了这些议论，脸色更难看了。她没有争辩，而是换了一副嘴脸，眼眶一红，声音立刻变得哀怨起来：“各位乡亲，你们评评理，我含辛茹苦养大他，他爸没了，我身体又不好，他不但不管家，还跑出来单干，赚了钱1分不给家里，这是人干的事吗？”她的声音又尖又响，
仿佛在舞台上表演一样。我放下周勺，转身看着他。赵桂兰，你把我赶出家门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么说的。这是我第一次在人前直呼他的名字。赵桂兰愣了一下，随即怒火中烧。你叫我什么？我是你妈。你说过我不是你女儿。我的声音很平静，还让我签了欠条，欠你们5000块抚养费。既然我欠你们钱，那我就是债务人，你就是债主。债主和债务人之间没有什么妈不妈的。赵桂兰被我噎得说不出话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有人开始窃窃私语，有人指指点点。林志强见赵桂兰落了下风，一步冲上来，直接动手掀我的摊子，啪，蒸笼被掀翻了，热腾腾的馒头滚了一地，粥桶也被踢倒了，金黄的小米粥淌了一地，冒着热气。我辛辛苦苦准备了3个小时的东西，一瞬间全毁了。林志强还不罢休，他伸手来抢我腰间系着的布包，那里面装着我这几天赚的钱和零钱。我拼命护着，可我一个瘦小的姑娘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他比我高1个头，力气比我大得多，3两下就把布包从我手里抢走了。林晓站在旁边，眼神闪烁，没有帮忙也没有阻止。赵桂兰接过布包，迫不及待地打开数了数里面的钱，120不对，还有这里。他数着数着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好啊，林慧，藏了这么多私房钱，1分不给家里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。说完，他把布包往怀里一揣，招呼林志强和林晓走，回去给志强交学费，再给明儿买奶粉。3个人转身就要走，我冲上去想拦住他们，林志强一把推开我，我踉跄着摔倒在地上，膝盖磕在石头上，火辣辣的疼。他们扬长而去，我坐在狼藉的摊子旁边，看着满地的馒头和粥，看着自己磕破的膝盖，眼泪终于忍不住了。不是因为疼，是因为委屈。好不容易赚的钱就这么被抢走了，好不容易支起来的摊子就这么被毁了。我一个人坐在街边，哭得浑身发抖。前世的委屈，今生的艰难，像2座大山压在我的肩膀上，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。有好心的客人过来安慰我，帮我收拾残局，可我的心冷得像冰。这辈子我真的能改变命运吗？真的能摆脱这个吸血的家庭吗？消息很快传到了小姑耳朵里。当天下午，小姑风风火火地赶来了。她看到我膝盖上的伤口和红肿的眼睛，心疼得直掉眼泪。慧慧，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她没有多说什么，转身就往村里走。我跟在后面，一路小跑才跟得上她的步伐。赵家的院门开着，赵桂兰正坐在堂屋里数钱，林志强躺在摇椅上翘着2郎腿，林晓在厨房里烧水。小姑一脚踹开门冲进堂屋。赵桂兰，你把钱还给慧慧。赵桂兰被吓了一跳，下意识把钱往身后藏。秀莲，你来干什么？这是我们家的事，用不着你管，用不着我管。你带着人去抢慧慧的血汗钱，毁了她的摊子，这事我不管，谁管？小姑的眼睛通红，气得浑身发抖。你今天不把钱还给慧慧，我就去派出所告你，抢劫一个学生的钱，你还有脸？看你以后怎么在村里做人。赵桂兰的脸色变了，她虽然泼辣蛮横，但派出所3个字对她来说有着天然的威慑力。她咬着牙，眼珠子转了转，嘴硬道：什么抢劫？那是我女儿的钱，就是我的钱。我拿自己女儿的钱违什么法？她跟你分家了，签了欠条了，从法律上说她已经不是你女儿了，你没有权利拿她的钱。小姑的声音越来越大，院子外面闻讯赶来的邻居越来越多，大伯也从家里赶了过来。听说事情经过后，对着赵桂兰和林志强一顿痛骂。赵桂兰，你是人吗？慧慧一个人在外面这么辛苦，好不容易赚点钱，你带着儿子去抢，你还是不是个当妈的？林志强，你一个大男人去抢自己姐姐的钱，你还有没有脸？林志强被大伯的气势吓住了，缩在角落里不敢吭声。赵桂兰见大伯也来了，气焰矮了一截，可还是嘴硬。他是我生的，我拿他的钱怎么了？大伯冷笑一声：好，你不把钱还给他，我现在就带他去派出所报案。你掀了他的摊子，还动手推人，这就是故意毁坏财物和故意伤害，够你在拘留所待几天的。赵桂兰的脸色彻底白了，她虽然泼辣，但真要上派出所，她还是怕的。沉默了好一会儿，她终于不情不愿的从怀里掏出那个布包，扔在地上。拿去，我不稀罕。小姑弯腰捡起布包，仔细数了数里面的钱，不对，少了20块。赵桂兰一愣，随即梗着脖子：我拿了20块怎么了？他欠我5000呢。小姑的眼睛眯了起来，声音冷得像冰：他的钱是他的，欠条是欠条，这是两码事。你要是把这20块扣下，我就去派出所。赵桂兰的脸涨得通红，可在大伯和小姑的逼视下，她最终还是从口袋里摸出20块钱，狠狠地摔在地上。行，你们厉害，等着，有你们好看的。我弯腰捡起钱，没有看她，转身和小姑一起离开了赵家。那天晚上，小姑把我带回了她在镇上的住处，她打了一盆热水，帮我清洗膝盖上的伤口，动作很轻，眼眶却一直是红的。慧慧，对不起，小姑来晚了。小姑，不怪你。她给我擦完伤口上了药，然后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旧皮箱，打开皮箱，里面是一沓叠得整整齐齐的钱。我愣住了。小姑，这是2000块，是我和你姑父这些年攒的。她把钱塞进我手里，本来想留着养老的，但你比我们更需要这笔钱，你拿着，重新置办摊子，再留点当学费和生活费。我的手在发抖，2000块对小姑来说，这是她和姑父好几年的积蓄。小姑，我不能要。拿着。小姑的声音提高了，眼泪掉了下来。你好好读书，考个好大学，
就是对小姑最好的报答。你要是考不上大学，小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。我看着小姑的脸，她比我记忆中更苍老了，眼角的皱纹，额头的白发，粗糙的双手。她的日子过得那么苦，却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我身上。我攥着那沓钱，泪流满面，在心里立下誓言，我一定要好好学习，好好搞事业，将来让小姑和大伯过上好日子，也一定要让赵桂兰和那些伤害过我的人付出代价。开学了，拿着小姑给的钱，我重新置办了摊子，买了新的蒸笼和粥桶，同时我也正式回到了学校。时隔将近1个月，再次坐在教室里，看着黑板上老师写的粉笔字，我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前世我在这个时候已经辍学了，这一世我终于有机会重新来过。我比任何人都珍惜这个机会。白天上课，我全神贯注地听讲，笔记记得比任何人都认真。凭借着前世的基础，虽然我只读到高1就辍学了，但后来我自学了很多知识，我的成绩很快稳居年级第1。数学老师说我有天赋，语文老师说我文笔老练，英语老师说我发音标准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些天赋背后是前世25年里无数个深夜的自学和琢磨。下了课我就去早餐摊，为了不耽误学习，我调整了出摊的时间，凌晨4点起床备货，5点出摊，7点收摊，正好赶上早自习。我还雇了一个人帮忙，是村里一个孤苦的老人，姓孙，60多岁，老伴去世了，儿子在外地打工，常年不回来，一个人住在村头的破屋里。孙大爷人勤快、干净、嘴严，最重要的是可靠。我每月给他50块钱工钱，管一顿早饭，他负责帮我看摊、收钱、打杂。有了孙大爷的帮忙，我终于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习上了。生意越做越好，从红糖馒头、小米粥到咸菜包子、鸡蛋饼、红枣粥，品种越来越丰富。客人从医院里的病人和家属扩展到了周边的居民和过路的行人。我还开始做咸菜和干货的小生意，把自己腌制的咸菜和从农户手里收来的干货摆在摊子上，顺带着卖，利润不高，但积少成多，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到了第2个月底，我手里的存款已经超过了3000块，日子终于有了起色。可赵桂兰不肯消停，她隔3差5就带着林志强来找我的麻烦，有时候是去学校门口堵我要钱，有时候是去早餐摊闹事，说我不孝顺、忘恩负义，还有几次她直接坐在学校大门口撒泼，哭着喊着说我不认亲妈，引得过路的师生纷纷侧目，我的名声被他搞得一塌糊涂。有些不明真相的同学开始在背后议论我，说我不孝白眼狼。林志强更过分，他隔3差5就跑到孙大爷看守的摊子上拿东西吃不给钱，还威胁孙大爷别多管闲事。孙大爷一个60多岁的老人，哪里是他的对手，被欺负得敢怒不敢言。我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赵桂兰就像一条甩不掉的蚂蟥，死死地吸在我身上，吸我的血，吸我的精力，吸我的时间。我必须想一个办法，彻底摆脱他的纠缠。我找到了大伯和小姑，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大伯沉吟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这个办法好，赌不如输。与其让他整天来闹，不如给他点甜头，让他安分下来。小姑却有些担忧，50块钱1个月，1年就是600块。慧慧，你自己还要读书，还要还欠条，钱够吗？够的，早餐摊1个月能赚300-400块，咸菜和干货还能赚100-200，每个月给他50块，剩下的足够我生活和存钱了。小姑叹了口气，没有再说什么。第2天，大伯和小姑带着我一起去了赵家。赵桂兰看到我们3个人一起来，先是一愣，然后脸上露出了警惕的神色。你们来干什么？大伯没有废话，直接开门见山。桂兰，今天我们来是想和你谈一件事儿。他把我的提议说了一遍，然后看着赵桂兰的脸。慧慧每个月给你50块钱，你以后不准再去学校或者他摊子上闹事，这钱不少了，比很多人1个月的工资都高。你要是同意，从下个月开始就执行；你要是不同意，从今往后1分钱都没有。赵桂兰的眼珠子咕噜噜的转，50块钱1个月，这在当时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她虽然贪心，但也知道细水长流的道理。如果把我逼急了，真的1分钱都拿不到，那才是得不偿失。可他还是不甘心，50块太少了，我这边3个孩子要养，起码得100块。小姑冷笑一声，嫂子，你别太贪心了，志强都15岁了，也能出去打工赚钱了，小小也有手有脚，能帮家里干活了。小弟虽然还小，但也不至于1个月吃100块钱的奶粉吧？50块已经是慧慧的诚意了，你要是不知足，那就算了。赵桂兰被噎得说不出话，她看了看大伯铁青的脸，又看了看小姑不容商量的眼神，知道今天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。沉默了好一会儿，她终于咬着牙点了点头。行，50块就50块，但是你们得写个字据，白纸黑字写清楚。每个月月初给钱1分都不能少。没问题。我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纸和笔，当场写下了约定。林慧每月初向赵桂兰支付50元，作为对其养育之恩的报答。赵桂兰及其子女林志强、林小、林明，从今往后不得前往林慧的学校、住处、工作场所进行骚扰。如赵桂兰一方违约，林慧有权停止支付所有款项，签名按手印。大伯和小姑作为见证人，也在字据上签了名。赵桂兰看着那张字据，嘴角抽搐了几下，最终还是没有再说什么。她把字据收好，转身回了屋。走出赵家大门的那一刻，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，50块钱1个月，买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，值了。从那以后，赵桂兰果然消停了很多。她虽然心里不甘心，但每个月能稳定拿到50块钱，比去学校闹事，最后可能1分钱都拿不到，要划算得多。林志强也不再来摊子上闹事了。有一次他偷偷来拿东西，被孙大爷当场抓住。
我直接告诉他，再来一次这个月的50块就没了。他立刻老实了，我终于有了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，可以专心学习和做生意。时间过得很快，高一下学期结束，我以年级第1的成绩进入高2，高2结束我依然是年级第1，而且和第2名的差距越拉越大。与此同时，我的生意也越做越大，早餐摊已经从一个小摊子变成了一个有固定位置、固定客源的品牌。我还开了一个小作坊，专门生产咸菜和干货，批发给镇上的几家小商店。每个月的收入从300-400块涨到了500-600块，最高的时候能到700-800块。3年下来，我不仅把5000块的欠条还清了，还攒下了一笔不小的积蓄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的成绩始终稳居全县第1。张老师经常对我说：“慧慧，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努力、最有天赋的学生，好好准备高考，你一定能考上最好的大学。”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，因为我的目标从来都不只是考上大学，我要考全县第1，我要让所有人知道林慧不是一个可以被随意牺牲的人，我要让赵桂兰后悔当初逼我辍学的决定。在这3年里，我还遇到了一个人，陈阳，前世他是我的丈夫，后来是我的前夫，这一世他依然是那个在镇上读书的少年。我们的相遇很偶然，有一次我的早餐摊被几个地痞流氓找麻烦，要收保护费，他正好路过，二话不说就冲上去帮我解了围。从那以后，他时不时会来摊子上帮忙，有时候帮我搬东西，有时候帮我收拾残局。他不多话，但很实在，我知道他的心意，但我一直没有给他任何回应。前世的婚姻给我留下了太深的阴影，我不想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刻分心。陈阳似乎也理解我的想法，从来不提那些话，只是默默地陪在我身边。高3那年，他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，我则继续在镇上的高中读书。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，但偶尔他会给我寄一些复习资料和零食，信封里从来没有情话，只有简短的几个字：好好考试，加油。这样的日子平静充实，带着一种前世从未有过的希望。我知道我的人生终于走上了正轨，高考的日子终于来了。6月的阳光炙热刺眼，考场门口人山人海。张老师亲自送我进考场，临别时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慧慧，放松，正常发挥就好，老师相信你。”我点了点头，深吸一口气，走进了考场。3天的考试，我发挥得很稳定，每一道题都在我的预料之中，每一个答案都写得胸有成竹。走出考场的那一刻，我知道我成功了。1个月后，高考成绩公布，林慧720分，全县第1，不仅是全县第1，还是全市文科状元，被京城的那所顶尖学府录取。消息传遍了整个县城，报社的记者来采访我，电视台的摄像机对着我的脸，村里的邻居们奔走相告，说林家出了个状元，甚至连县里的领导都亲自来学校慰问，给我送了500块钱的奖学金。我站在人群中央，听着周围的掌声和祝贺，脸上带着微笑，可我的心里却异常平静。高考成绩公布后的第3天，我回了一趟村里，这一次我不是一个人去的，大伯和小姑陪着我，还有几个关系不错的邻居。我的手里拎着一个布包，布包里是5000块钱现金，全是我这3年赚的钱，还有当初签的那张欠条的收据存根。赵家的院门开着，赵桂兰坐在堂屋里嗑瓜子，听到动静抬起头来，看到是我，她的眼睛立刻亮了。这几天她已经听说了我考上名牌大学的消息，一直在盘算着怎么从我身上多捞一笔。慧慧，你来了。她的脸上堆满了笑，起身迎了上来。我就说嘛，还是我生的闺女有出息，考上大学了，将来肯定能赚大钱，到时候可不能忘了妈和弟弟妹妹。我没有理他，我走到堂屋正中央，把布包放在桌子上打开，一沓一沓的钞票整整齐齐的码在里面，全是10块20块的票子，加起来正好5000块。赵桂兰的眼睛直了，她下意识伸手想去拿，被我一把按住。赵桂兰，你把欠条拿出来。赵桂兰愣了一下，随即反应过来，连忙从柜子里翻出那张泛黄的欠条。我接过欠条，仔细核对了一遍，确认无误后，我把5000块钱推到她面前，数清楚，1分不少。赵桂兰哆哆嗦嗦地数了3遍，确认钱是对的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好好，慧慧，你真是妈的好女儿，妈就知道你不会忘了。我打断她，钱还清了，欠条呢？赵桂兰把欠条递给我，我接过来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把那张欠条撕成了碎片，撕拉撕拉，碎纸片从我的指缝间飘落，落在地上，像一片片白色的蝴蝶。赵桂兰愣住了，院子里的邻居们也愣住了。我看着赵桂兰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：赵桂兰，5000块钱我还清了，从今往后，我林慧和林家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不是你的女儿，也不是林志强、林晓、林明的姐姐，咱们一刀两断，老死不相往来。我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。院子里安静的可怕，所有人都看着我，看着被撕碎的欠条，看着赵桂兰愣住的脸。有邻居开始窃窃私语：慧丫头做得对，赵家这些年太过分了。是啊，逼人家辍学，赶人家出门，现在人家出息了，还有脸贴上来。赵桂兰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她没想到我会这么决绝。在她的想象里，我考上大学后应该会感恩戴德的回来孝敬她，应该会拿出更多的钱供养弟弟妹妹，应该会成为她后半辈子的提款机。可现在我不仅还清了欠条，还当众宣布和她断绝关系，她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了。慧慧，她突然冲上来抓住我的手，脸上的笑容变成了哭相，声音也变得哀怨起来。慧慧，妈知道错了，以前是妈对不起你，你就原谅妈吧，跟家里和好，以后你出息了，拉拔一下你弟弟妹妹。林志强和林晓也从屋里走出来，林志强的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。姐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林晓低着头小声说：大姐，妈她其实也是为了这个家。我看着他们的脸，
虚伪的笑，做作的眼泪，恶心的嘴脸，和前世一模一样。前世每次我想为自己争取一点什么的时候，他们就会用这种方式来拿捏我，哭一哭，闹一闹，说几句软话，我就心软了，就妥协了，就继续当那个任劳任怨的老黄牛。可这一世不会了，我甩开赵桂兰的手，后退一步。我林慧没有这样的妈，也没有这样的弟弟妹妹，你们的好意我消受不起。从今往后别再来找我，不然我就报警。说完我转身就走，大伯和小姑跟在我身后，一起走出了赵家的院门。身后传来赵桂兰歇斯底里的咒骂声：林慧，你这个白眼狼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我没有回头，阳光照在我的脸上，温暖而明亮。3年了，我终于还清了那张欠条，终于和这个吸血的家庭彻底割裂了。从今往后，我的人生只属于我自己。9月，我踏上了去京城的火车，大伯、小姑还有陈阳都来送我。小姑的眼眶红红的，一直拉着我的手不肯松开。慧慧到了京城，好好照顾自己，有什么事就给小姑打电话。大伯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好好读书，给咱村争光。陈阳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把一个包裹塞到我手里。路上吃的还有一件毛衣，京城冷，别冻着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终于说出了前世一直没有说出口的话。陈阳，等我毕业，咱们再好好谈。他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，那笑容像阳光一样灿烂。好，我等你。火车缓缓启动，我透过车窗看着越来越远的站台，看着那3个渐渐变小的身影，眼眶有些湿润。大学的生活和我想象的不一样，不是更轻松了，而是更忙碌了。课程排得很满，每天都有上不完的课，看不完的书，做不完的作业。但我不觉得累，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，是我前世做梦都想走的路。我依然保持着努力的习惯，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。同时，我也没有放弃做生意。大学附近有一条小吃街，我在那里盘下了一个小门面，开了一家卖红糖馒头和小米粥的小店，用的还是我原来的配方，味道一如既往的好，加上价格实惠，位置好，生意很快就火了起来。我雇了2个勤工俭学的学生帮忙看店，自己只负责采购原料和核对账目，1个月下来能赚2-3千块钱，这在当时的大学生里已经算是富婆了。我用赚来的钱付学费、生活费，还攒下了一笔不小的积蓄，生活终于步入了正轨。我和陈阳的关系也确定了下来，他也考上了京城的一所大学，虽然不如我的学校好，但能在同一个城市已经足够。我们经常一起吃饭、逛街、看电影，他依然是那个不多话但很实在的人，默默地照顾我、支持我。我以为我终于彻底摆脱了原生家庭的阴影，可我低估了赵桂兰的疯狂。大2那年的冬天，噩梦开始了。那天我正在上课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是小姑打来的。慧慧，不好了，你妈带着志强和小小去京城了，说是要找你。我的心一沉，下课我立刻给学校门口的保安打了电话，让他们注意是否有陌生人来找我。可我还是晚了一步。第2天，我的同学给我看了一份小报，头版头条用巨大的黑体字写着“名牌大学女状元竟是不孝白眼狼”，配图是一张赵桂兰哭得梨花带雨的照片。报道里赵桂兰声泪俱下的控诉，我含辛茹苦把她养大，供她读书，她考上大学后就不认爹妈了。我们从老家赶来找她，她不仅不见我们，还骂我们赶我们走，她就是个不孝的白眼狼。报道里还配了一张所谓的聊天记录截图，显示我对赵桂兰说了很多难听的话。那张截图是假的，我从来没有说过那些话，可小报为了博眼球，根本不在乎真假，直接就刊登了出来。消息像野火一样蔓延，1天之内，名牌大学女状元不认亲妈的谣言传遍了整个学校。走在路上，有人指指点点，食堂里吃饭，有人交头接耳，甚至有不认识的人当面质问我：你妈那么大年纪，从老家来找你，你怎么能不见她？我解释说那些报道是假的，可没有人愿意听我的解释，人们只愿意相信他们想相信的东西。更糟糕的是，学校领导也看到了那篇报道，他们把我叫到办公室，表情严肃。林慧同学，这篇报道你看过了吗？看过了。你有什么要解释的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。报道里的内容是假的，我可以拿出证据证明。领导皱了皱眉，如果事情属实，学校可能会对你进行处分。你有3天时间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。3天时间，我要自证清白。我知道我不能再忍了，这一次我不仅要洗刷冤屈，还要让赵桂兰付出代价。我花了2天时间整理证据，一件一件整理成册、复印备份，然后我联系了一家正规媒体的记者。第3天，我带着所有证据来到学校领导办公室，同时来的还有那位记者以及一群围观的同学。我站在办公室里，声音不大但很清楚。我叫林慧，今年20岁。我16岁那年，父亲意外去世，母亲赵桂兰逼我辍学，让我出去打工供养弟弟妹妹。我拒绝了，被他赶出了家门。在大伯和小姑的帮助下，我重新回到学校，一边读书一边做小生意。3年内赚够了学费和5000块钱的欠条钱，考上了这所大学。考上大学后，我当着全村人的面还清了欠条，撕毁了那张字据，宣布和林家断绝关系。从那以后，我没有问赵桂兰要过1分钱，也没有让她帮过任何忙。我的学费是自己赚的，我的生活费是自己赚的，我开店的本钱也是自己赚的。那篇报道里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假的。我把那沓厚厚的证据放在桌上，学校领导仔细翻看着那些材料，脸色越来越凝重。就在这时，办公室的门被猛地推开了，赵桂兰冲了进来，她的头发乱糟糟的，眼睛血红，一看到我就扑了上来。林慧，你这个白眼狼，你还敢告我的状？她伸手要
要打我，被旁边的保安一把拦住，可他不肯罢休，开始在办公室里撒泼打滚。你们都被他骗了，他就是一个不孝的东西。我养他16年，他1分钱都不给我，他还骂我打我。他坐在地上，哭得撕心裂肺，口沫横飞。林志强和林晓站在门口，脸色煞白，不知道该上前帮忙，还是该转身逃跑。学校领导的脸色已经黑得像锅底，记者的摄像机一直在拍。保安上前想把赵桂兰扶起来，他一把推开保安，甚至动手打了保安一巴掌。这下彻底闹大了，保安报了警。10分钟后，警察赶到了学校，在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，警方当场对赵桂兰做出了处理。林志强和林晓吓得浑身发抖，看着母亲被警察带走，一句话都不敢说。那天晚上，他们灰溜溜地逃回了老家，从此再也没有来过京城。第二天，那家正规媒体发布了一篇深度报道，这篇报道迅速在网上传播开来，舆论彻底反转。之前骂我不孝的人开始为我打抱不平，学校也在官网发布了声明，澄清了谣言，还对我进行了表扬。同学们纷纷向我道歉，说不应该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就议论我。我只是笑着摇了摇头。大学毕业后，我没有去找工作，我选择创业，用这些年攒下的钱，加上陈阳的支持，我成立了自己的餐饮公司。公司越做越大，分店遍布全国各大城市，我成了名副其实的企业家。陈阳和我结了婚，在京城买了房子，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他依然是那个不多话但很实在的人，默默地支持我照顾家庭。我们的日子过得平静而幸福。大伯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如从前，我把他接到了京城，给他买了一套房子，请了保姆照顾他的起居。每个周末我都会带着女儿去看他，陪他说说话，吃吃饭。大伯总是笑呵呵的，说自己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当年帮了我一把。小姑也被我接到了京城，我出钱给她开了一家裁缝店，她的手艺好，生意很不错。姑父也跟着来了，在店里帮忙，两口子的日子比以前好了10倍不止。小姑总是拉着我的手说：“慧慧，小姑这辈子没白疼你。”我笑着说：“小姑，是我这辈子没白活这一回。”张老师退休了，我把他接到京城养老，每个月给他打钱，逢年过节都去看他。他总是说：“慧慧，你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学生。”这些人是我生命中的贵人，他们在我最难的时候伸出了手，我用一辈子来报答他们。至于赵桂兰和那3个弟弟妹妹，他们的日子过得并不好。赵桂兰从京城回去后，在村里颜面扫地，那篇报道传遍了全国，村里人都知道了他的所作所为，没有人再同情他，也没有人愿意帮他。林志强因为从小被宠坏，好吃懒做，不爱学习，早早就辍学在家，跟着村里的混混鬼混，养成了打架斗殴、赌博酗酒的毛病。有一年，他因为赌博输了钱，和人发生冲突，失手把人打成了重伤，对方要求赔偿巨额医药费，否则就告他坐牢。赵桂兰走投无路，只好卖掉了家里的老宅，凑钱赔偿对方。我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暗中让陈阳以朋友的名义买下了那栋老宅。那栋承载了我前世所有痛苦的老宅，终于回到了我的手里。老宅被卖后，赵家的人无家可归。赵桂兰带着最小的弟弟林敏投奔亲戚，却因为名声太差被到处嫌弃，只能四处打零工糊口。林志强出狱后依然不改本性，好吃懒做，打零工3天打鱼2天晒网，年纪一大把还是个光棍。林晓因为家里的名声太差，找不到好婆家，最后和村里一个穷小伙私奔了。婚后日子过得一地鸡毛，离了好几次婚，带着孩子无依无靠。林明被赵桂兰宠坏了，也成了一个好吃懒做的人，早早出去打工，却因为没文化没本事，只能在工地上干最苦最累的活，赚点微薄的工资勉强度日，这就是他们的结局。20年后，我收到了一个消息，老家要拆迁了，而我当年暗中买下的那栋老宅正好在拆迁范围内，拆迁款800万，和前世一模一样的数字，只不过这一次这笔钱属于我。消息传开后，赵桂兰带着已经年过40、满脸沧桑的林志强、林晓、林明赶回了村里。他们得知老宅已经被我买下，拆迁款归我所有后，当场崩溃了。赵桂兰瘫坐在拆迁现场的门口嚎啕大哭，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，脸上布满皱纹，身体佝偻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10岁不止。他拍着大腿骂我不孝、忘恩负义、白眼狼，试图像20多年前一样，用撒泼的方式让周围的人帮他说话。可这一次，没有人站在他那边。林志强站在旁边，满脸颓废，他穿着一件破旧的外套，头发稀疏，眼神浑浊。曾经那个趾高气扬、动不动就对我动手的少年，如今活成了一个油腻的中年。林晓低着头，不敢看任何人，他身边跟着一个10几岁的孩子，那是他和第3任丈夫生的。林明蹲在墙角，一言不发，他的脸被风吹日晒的黝黑粗糙，手上布满老茧，一看就是常年干苦力活的人。我接到拆迁办的电话后，和陈阳一起开车回了老家。到达拆迁现场的时候，赵桂兰还坐在地上哭，看到我的车停下来，她立刻扑了上来，被我的保安拦在了外面。慧慧，你给妈分点钱吧，妈老了，没几年活头了，你就可怜可怜妈吧。她哭得涕泪横流，膝盖跪在地上，看起来无比可怜。林志强、林晓、林明也围了过来。姐，你就帮帮我们吧，我们这些年过得太苦了。大姐，求求你了，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。我看着他们，心里没有丝毫怜悯，只有一丝释然。他们用自私和贪婪亲手毁掉了自己的未来。我看着赵桂兰，声音很平静：我今天回来只是处理拆迁的事，你们的死活与我无关。赵桂兰的哭声戛然而止，她抬起头，满是泪痕的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。说完，我转身走向车子，陈阳已经在车门旁等着我了。他伸手握住我的手，力道温暖而坚定。身后传来赵桂兰撕心裂肺的哭嚎声：林慧，你会遭报应的，你不得好死。我没有回头，
这些诅咒前世我听过无数遍，早已麻木。车子缓缓启动，驶离了那片拆迁工地，窗外村庄的轮廓越来越模糊，那些破旧的老屋、泥泞的土路、熟悉又陌生的田野都被抛在了身后。陈阳一只手握着方向盘，另一只手附在我的手背上。后悔吗？他轻声问。我摇了摇头，不后悔。我想起了很多事，这一世我没有白活，我用自己的双手改写了命运，我让那些爱我的人过上了好日子，我也让那些伤害我的人得到了应有的结局。